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37分，在白宫的东庭，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持宣誓。56岁的 Kevin Walsh 把右手放在圣经上，正式的成为了美联储自1913年成立以来的第17任的主席。但有意思的是，几个小时以后，比特币就跌穿了77000美元，盘中的低点来到了76000，24小时之内全场爆仓5亿美元，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多头。到了周末，跌势呢还在延续，比特币一度被砸到了74000，但同一天的美股呢，标普500涨了 0.4%， 纳指涨了 0.2%， 道琼指涨了 0.6%。 你可以仔细的品一下这个画面，同一个美联储主席就职，同一天股市上涨，加密崩盘。这个就不是风险偏好这4个字能解释的了，它说明两个市场正在用完全不同的逻辑给沃什这个变量定价。所以今天的这期呢，我们就用一个时间锚沃什就职日来拆解背后的3层传导链。我想谈的是，为什么同一个美联储主席在股市的眼里和加密的眼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先把结论呢放在前面，这一轮加密的下跌，市场上大多数的分析都在讲 ETF 在流出，恐慌指数在提升，技术面在破位，这些都没有错，但它们全都是表层的现象。在这些现象的底下，其实藏着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视的变量。美联储主席换届本身它就是一次市场定价逻辑的整体切换，而这个变量很可能会在未来的3到6个月里面持续的压制加密市场。要看懂这次的下跌呢，我们得先看懂沃什这个人。 Kevin Maxwell Walsh 1970年4月13号出生在纽约奥尔巴尼，他本科读的是斯坦福，后来拿了哈佛法学院的法律博士。2006年2月，35岁的他被小布什提名进入了美联储的理事会，是当时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期间，他成为了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身边最核心的市场联络人。贝尔斯登卖给 JP Morgan， 雷曼破产， AIG 救助，这些关键的事件他全都亲手参与过。所以你听起来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很标准的华尔街再加上华盛顿的背景，但沃什真正特别的地方不在他的履历上有多硬，而在于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这里有3组反差的数据，你可以仔细的去品一品。第一是在2021年，沃什公开说过一句话，比特币是新黄金。这句话呢，在加密圈里被反复传播，所以很多人就把它归类为比特币 friendly， 觉得这个人对比特币是友好的。第二，他又是华尔街公认的通胀鹰派。2010年10月，伯南克推出 QE2， 也就是美联储计划买入6000亿美元的国债，通过这种方式来压低利率。但沃什当时是整个理事会里边唯一的一个在华尔街日报公开发评论来质疑 QE2 的人。3个月之后，2011年2月10号，他主动的提交辞呈，5年的任期没有干满了。彭博社当时标题就很直接，美联储理事沃什辞职，伯南克顾问公开质疑 QE2。 第三，5月22号，他在就职演讲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跳出僵化的框架和模型，坚守清晰的操守和绩效标准。这3件事把它拼在一块，市场会怎么解读呢？答案是，对比特币本身它可能是温和的，但对流动性这件事它是强硬的。这个区分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散户会搞不清楚，你不说他是比特币友好的人吗？那这不应该是利好的吗？但我想说的是，加密价格从来就不是靠主席喜不喜欢比特币来决定的，他真正看的是这个主席愿不愿意放水。沃什的立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比特币我尊重你，我喜欢你，但美元水龙头我要收紧，对不起。而且这还没完， CNN 已经披露了沃什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提到的改革议程。
这里面有一条加密圈，听了应该会立刻感觉到脊背发凉。他想加速缩减美联储那张67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那资产负债表是什么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过去10几年当中美联储印出来但还没有收回去的钱。沃什现在想做的就是加速把这些钱给它抽回去，这个就是 QT 啊，也就是量化紧缩的加速版。他还计划把 FOMC 的会议从1年的8次给它砍到最少4次，同时缩减新闻的发布会频率，而且呢和财政部更紧密的去协调 balance sheet， 每一条其实都在告诉市场，前瞻指引会变少，流动性会变紧，不确定性会变高。所以他说比特币是新黄金，那是2021年的事儿，但他对流动性的态度是今天的事儿，也是他写进改革议程里边的事儿。那市场会看哪边来定价呢？答案其实不用想，你也知道，市场不会因为他说过一句比特币是新黄金就把它当成加密市场的救星。市场真正看的是它接下来会不会放水，会不会继续收紧美元的流动性。所以这一段最关键的结论就是沃什怎么看比特币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沃什怎么看美元流动性。沃什上来之后，他的政策画像到底将会怎么变呢？这里有3个细节。第一个细节，他继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鲍威尔留给他的是3.5%到3.75%的利率，再加上一个全年只剩1次降息预期的鹰派的指引。换一句话说，就是鲍威尔最后一次 FOMC 的会议其实已经先帮沃什把降息门给他焊死了一大半。所以沃什接过来的第一天，市场看到的不是说新主席来了可能要放水，而是新主席要把这扇已经焊死的门焊得更死。第二个细节呢，他面对的宏观环境是什么样的？通胀因为美伊战争和油价压力正在重新抬头，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跌到了历史的低位，汽油的价格因为伊朗的冲突一路被推高。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个理性的鹰派的主席，第一选择绝对都不会是降息，而是先按住，先观察，甚至继续保持强硬。第3个细节呢，他和白宫的关系。特朗普嘴上说我要他完全独立，但当天的下午，他就在纽约的集会上公开喊话，利率会很快下来。而沃什在听证会上的回应怎么样的呢？他非常直接，他说总统从来没有要求我预先决定任何利率的决策，我也绝对不会同意这么去做的。所以这3个细节给他拼在一块儿，市场算出来的答案是2026年下半年的降息预期被进一步的给砍掉了，甚至市场已经开始压住2027年初有可能重新加息。这个就是第一层的传导。沃什的政策画像让市场重新定价了未来18个月的利率路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2层，当市场开始重新定价利率路径之后，这个压力是怎么传导到加密市场的？这里呢，我还是用早期视频里边讲过的那个比喻，你可以把全球的资产想象成是一个巨大的水池的系统，美联储就是那个总水阀，水阀一拧开，也就是降息再加上 QE， 整个系统的水位就会上涨，股票上涨，债券涨，房子涨，加密资产涨得更猛。但如果水阀被拧紧，也就是加息加上 QT， 整个系统的水位就会下降，所有池子都会退水。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哪一个池子会先干？答案就是最远离水源、池底最浅而且漏水最多的那个池子会先干。那按照这个标准来排队，加密资产排在哪里呢？第一，离水源最远，因为它和美元基础货币之间传导链条是最长的。第二，池底最浅，因为大部分的加密资产没有盈利，没有分红，也没有稳定现金流去支撑。第三，漏水最多，因为加密市场的杠杆率太高了，尤其是永续合约的爆仓机制会把卖压自动的给它放大。所以当沃什就职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市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这个顺序重新开始评估每一个池子风险。
结果你看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分裂。5月22号的当天，美股三大指数全部小幅收涨，标普涨了 0.4%， 纳指 0.2%， 道琼指 0.6%。但另外一边呢，比特币同步暴跌超过 5%， 山寨币普遍下跌 10% 以上。一句话，股市涨，币圈崩。而这种分裂呢，就是贝塔物理学最纯粹的一次展示。股市面对一个温和的鹰派还能消化，甚至还能反弹，但加密市场不一样，加密的贝塔放大效应会让同样一个输入信号变成完全不同等级的输出结果。这里呢有一个粗略的参考，2022年的加息周期里面，标普全年下跌了 19%， 但比特币呢下跌了 65%， 简单计算下来差不多是3倍多的放大。当然这不是一个精确的贝塔测算，但方向性的物理学是非常清楚的。加密资产本质上就是流动性曲线的杠杆的放大版。换一句话说，就是当美联储这个变量被重新定价的时候，股市还在小数点后面挣扎，但加密市场呢已经在做生死决定了。讲完贝塔，我们再讲第三层 ETF。 不仅仅是过去2年大家一直说的机构入场神器，它反过来呢也可以变成卖盘的加速器。我们上期视频其实也讲过， ETF 的本质是把加密市场从币圈的玩家的圈子里边打开到了传统的券商的账户。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通道是双向的。牛市的时候，机构客户可以通过 ETF 买入比特币，但熊市的时候呢，同样的一批人也可以在自己的退休账户里边点几下卖出，钱就直接跑出去了。而且更关键的是，机构客户卖出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的币圈情绪，不看叙事，也不看你什么减半周期，他们只看一个东西，风险预算 risk budget。 当沃什上任，利率预期开始重新上行，机构内部的风控模型就会自动调整， VAR 上升，也就是风险价值上升。那结果是什么呢？加密资产的风险预算直接被砍掉一刀。而这一刀砍下去，它不是情绪性的卖出，而是机械性的卖出。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过去14天比特币的现货 ETF 累计净流出已经高达到了 21.7亿美元，而且已经连续6个交易日净流出。爆仓呢，5月22号，也就是沃什就职的当天，全市场24小时爆仓大约是5亿美元。这个说明什么呢？市场进场之前杠杆的方向是压错的。很多多头原本以为沃什上来可能会放水，结果呢，没想到他们信的不是放水，而是一场更强的流动性的收紧。所以这些多头就被沃什的就职演讲给一刀斩首了。但注意，这次5亿美元的爆仓数字其实不算特别大，比起今年2月份沃什获得提名的当天接近30亿美元的爆仓，这次反而温和的很多。但这个温和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儿，结构性的变量的定价不一定靠一次性的大爆仓完成，它靠的是持续的卖压的堆积。ETF 连续6天的净流出，14天累计流出21.7亿美元，这个才是真正的内伤。到了这里，3层传导链就闭合了。第一层，沃什的政策画像让市场重新定价利率的预期；第二层，流动性预期收紧，高贝塔资产被率先抛弃；第三层， ETF 机制反向放大，让卖盘从币圈内部蔓延到主流账户。讲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说，今天比特币不是从74000反弹到了76000吗？你说的结构性压力是不是有点过头了？我特意把这个反弹放在这儿来讲，因为它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叙事对冲。5月23号，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宣布，美伊和平协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谈妥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这是一个真实的重大的地缘利好，因为霍尔木兹一旦重开，全球的油价就会立刻下行，而油价正是当前压制美联储降息空间的核心通胀变量。逻辑链非常直接，油价下跌导致通胀压力减少，导致美联储有降息空间，导致流动性预期回暖，导致加密反弹。所以比特币反弹是合理的，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分，它对冲的是地缘变量，没有对冲
换界变量。所以地缘是事件，换界是结构，事件本身可以反复的反转。特朗普的 Truth Social 的政策风格大家应该都知道，30到60天的 finalization 期间，任何一条推文都可能让协议进一步的推进，或者重新破裂。但结构性的变量一旦转换，需要的不是一条推文，而是沃什在第一次 FOMC 上的明确的政策表态。沃什的第一次 FOMC 是6月16号到17号，距离那一天还有不到4周的时间。在那之前的任何的反弹都属于未确认的对冲，交易型的机会可以抓，但不能够当成趋势的反转。判断趋势反转的标准不是价格上涨了多少，而是定价逻辑改变了没有。价格它可以欺骗你，但定价的逻辑不会。讲完逻辑呢，再看看历史，看看这套传导是不是第一次发生，把过去3次美联储主席换届对应到比特币的表现。2014年的1月，耶伦上任，比特币疯股下跌大约86%。18年2月，鲍威尔第一任就职，比特币疯股下跌73.5%。2022年的5月，鲍威尔连任确任，当年加密大熊市，比特币疯股下跌60.7%。3次换届，3次下跌。但这里我得加一个免责，这3个数字是任内疯股，包含了多重的宏观事件，不能够简单的归因为换届本身。不过有一个规律是清晰的，每一任新主席上来都会做一件事儿，重新校准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校准的过程本身就是不确定性的最大的释放期。市场最讨厌的其实不是鹰，也不是鸽，而是我不知道这个人会做什么，接下来会做什么。而加密作为全市场不确定性敏感度最高的资产，每次呢都会首当其冲。那这一次会不会一样也下跌60%以上呢？我不做价格预测，这是红线。但这一次有2个变量让历史规律变得更加复杂了。变量之一是比特币 ETF 的存在，让卖盘蔓延更加快，但抄底资金通道也更加顺畅。变量之二呢，累积的地址。根据 Unwise 的数据，过去2个月的时间，38万个比特币被累积地址给吸收，筹码呢正从弱手转向强手。这2个变量是互相矛盾的，一个在加速下跌，一个在底部支撑，谁更加大将会决定这一轮的深度。到了这里呢，回到我们开头的那句话，所有那些表层现象 ETF 在流出，恐慌指数在上升，技术面破位，背后呢都是长在同一个蔓上的藤。 ETF 流出是机构风险预算被砍，风险预算被砍是利率预期重定价，利率预期重定价是沃什的政策画像，而这一切都要从沃什就职演讲里边的那一句 reform oriented 长出来的。那未来3到6个月我们主要看什么呢？有4个信号需要紧盯着。信号之一，6月16到17号沃什的第一次 FOMC， 需要特别留意会议记录里边有没有出现这样的2个词儿：再校准通胀目标，或者是重新评估 QT 节奏。任何一个出现，加密都会被再踩一波。信号之二是比特币 ETF 的净流出会不会停止？过去14天净流出达到了21.7亿美元，什么时候出现连续3个交易日净流入？什么时候机构的风险预算才算重新的打开？信号之三是恐慌贪婪的指数，现在是28，处于恐慌区，但历史上几次真正的市场底部，这个指数都跌到了10以下，而且持续1周以上。只有当散户真正的开始怀疑比特币会不会归零的时候，市场才真正的接近底部。信号之四呢，是美伊和平协议会不会在30到60天之内真正的落地？注意，我说的是落地，不是Truth Social上发文。霍尔木兹海峡真的重开，油价真的下跌，这个才是这一轮少数能从结构上松动沃什鹰派定价的变量。但如果协议破裂，油价反弹，沃什的鹰派空间就会被进一步的给焊死。所以沃什这条线和伊朗的这条线
会在6个月之内形成一次正面的对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未来3到6个月非常关键，不是因为价格会下跌多少，而是因为定价逻辑要在这段时间里边重新的打一架。最后呢，再强调一下，以上这4个信号是判断框架，你可以拿这个框架去对照你自己的仓位、自己的认知、自己的风险承受度，做你自己的决定。好的，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帮你看清了一些东西，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更详细的分析，你可以访问 openclue.net， 它每天都会对主流的加密资产输出独立的判断和研究。背后的方法论呢，就是你今天在这期视频里面看到的这套从结构性变链出发给出的判断框架。同时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万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